有缘人又见面了。朋友的女儿最近在相亲，很苦恼，条件很好的人家相不中他，条件一般的吧，他自己又相不中，喜欢帅的吧，又担心以后要过苦日子，找个有钱人呢，又不太甘心。人生的苦处也就在这里。我跟他讲，选男人就是一笔最大的投资，不光看现在，更要看他未来有没有出息。那么，如何判断一个男人将来是贫穷还是富有呢？请慢慢往下看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少年穷不可怕，但可怕的是穷一辈子。这里面有一个很玄学的概念，帝王气。我一直觉得帝王气、领袖气和匪气其实是一种东西，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人生境界和格局的体现而已。这个东西尼采称之为权力意志，一位伟人称之为心之力。说白了，这是一种强者气质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好像就是一种天生的气质。这种人大到帝王，小到地痞流氓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永远在积极进取，永远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永远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改变面前的世界。而正是由于这种人内心能量充沛，他总是要和外部世界博弈，甚至是战斗。所以客观表现来看，就是这些人充满匪气，身上攻击性比较强，总是有种不守规则的冲动。所以他们大部分小的时候不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好孩子，长大了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好人。这种气质是很迷人的，当然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会极为讨厌，但是他们总是能吸引无数能接受到其能量的人为自己服务。大家如果留心观察，会发现那些充满匪气的男人，无论你觉得他多么傻逼，多么人渣，但他们身边几乎都不缺女人，而且很多还是质量很高的女人。更可气的，这些女的通常还很沉迷于这些男人。中国上世纪末治安很差，出了很多闻名全国的悍匪。我个人印象很深的是，这些杀人如麻的悍匪几乎都极富女人缘，而且那些女人还不是贪图他们抢来的钱，很多都是为了他们要死要活，甚至帮助其犯罪和顶罪的。美国监狱里也不停地爆出女狱警爱上罪犯的新闻。出名的悍匪每天都会收到无数情书。这些人渣在道德上是一塌糊涂，他们拥有无数的缺点，但是他们身上的一个优点就让女孩子们忽略掉所有的缺陷，那就是强者气质，是强大的权力意志。而当这种强者气质表现的格局在大点就变成了领袖气质，甚至是帝王气，那他吸引的就不只是女孩子了，无数人会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在他身上。大部分人，包括很多聪明绝顶、才华横溢的人，都是心理孱弱的人，他们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，也很容易对世界和人生悲观。而这些人只有找到一个能点燃自己的主攻，并为其奉献自己时，才感觉到人生的意义，才有活着的感觉。自己被领袖带领奋斗时，内心充满幸福，甚至牺牲时，内心也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圆满的。所以五虎上将再厉害，也只能听命于刘备。是刘备成全了五虎上将，而不是五虎上将成全刘备。汉高祖是一个标本意义上的权力意志强大个体，他和普通混混不同的是，他的人生境界和格局在不断的成长，而且速度极快。
他经历了匪气、领袖气到帝王气的完整过程。这种气质大部分是天生的，人的性格大部分应该是天生的。有的人真的是更容易乐观，也就是他们乐观的成本比较低，只需要现实世界极小的反馈，就能让保持和人斗其乐无穷的力量。而有的人却总是莫名其妙的自卑，总是不停地向外部世界索要肯定。当肯定达不到心理需求时，就陷入焦虑、自卑、悲观。后者想修炼强者气质的成本是前者的无数倍。刘邦的自信很大一部分应该就是其天生性格决定，而且只需要一丁点世俗成功就能维持自己自信的人。比如说他混上个廷常，泡上个开酒店的寡妇，和没见过世面的小弟们吹牛逼乎的人一愣一愣的，这些足以让刘邦觉得，嘿，我真棒。这种人一般对挫折也更迟钝，和上面说的需要很少的成就就能维持他们的自信心一样，他们需要极大的挫折才能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一丁点怀疑。普通的挫折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感觉。我初中的时候见过一个哥们，痞里痞气，其貌不扬，但是女朋友一个接一个。他有一次追一个美女，把人家美女搞得烦不胜烦，最后找自己表哥在学校当着无数人的面胖揍这哥们一顿。这哥们转头就去追下一个美女，没有觉得自己大庭广众下被人揍是啥大不了的事。当时我特别看不上他，现在回想特别羡慕他的心态，尤其是我被姑娘拒绝难受好几天的时候。刘邦后来争夺天下，经历无数挫折和危机，你会发现他从来没有悲观的时候，他永远在积极进取，永远在战斗，永远觉得胜利肯定属于自己。汉高祖这一生唯一一次有一丁点哀叹的表现，就是在平定英布之乱后，在老家吟唱大风歌，边唱边哭，即使这样，大风歌的主旨仍然是激昂进取的。刘邦经历的那些挫折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心惊胆战，换作是我早心灰意冷了。历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，很多都在低谷期自我怀疑，对事业迷茫的时期，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艰难的对峙阶段，就需要荀或给他打气才能撑下去。刘备在奋斗大半生，依然没有什么成就时，在刘表那里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汉高祖这种素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，翻遍历史，我觉得也就那个男人能超过他。这种气质是可以后天塑造的，但过程极为艰难。人因为不了解，才会害怕和恐惧。我们看到一个人顶着光鲜的头衔，不停地吹嘘自己多么厉害，可能会下意识对他产生敬畏和崇拜的心理。然而，只要认真观察，进一步思考，就会发现其夸张的言行举止下，依旧有着一颗渴望得到认可的心。把审判权交于别人之手，本身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。所以，急于表演的人是弱者，深藏不露、静静旁观的人才是强者。强者是掌握了许多社交法则的人，比如，无论你比我厉害多少，你的成就若不能赠予我利益，那么我给不给你掌声，全凭我心情。我若与你不在一个阶层，没有可交换的资源，那么你对我的无视我置之不理，但对我的攻击，我定要一一反击回去。有强者气息的人，外表平静，眼神犀利，能一眼洞察事物的本质。他们清楚各色人的各色把戏，因此不会轻易入局。
他们不会在乎任何人对他们的看法，因为知道寻求别人认可是一个永远无法跳出的怪圈，所以没有任何羁绊、纠结，只需要时刻盯紧自己的目标和能获得什么利益即可。他们永远都在考虑如何让自己变强，与此无关的统统祛魅。最近看到很有感触的一句话：生命是有限的，而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，真正重要的人并没有几个。你真的需要竭尽全力去取悦身边每一个人吗？人应该勇敢地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时刻想着取悦他人。太想当别人眼里的好人，只有两种结果：一是有人因为你的卑微看不起你，二是有人因为你的软弱无情地利用你。释放你的强者气息，做一个冷漠的人，不违心的迎合，不被别人的需求捆绑，不为不值得的人浪费一丁点时间和精力。你要坚定地爱自己，维护你的信仰，并建立一个由能看懂你的人和接受你的人组成的核心社交圈。其余的人，果断从你的圈子里请出去。不要害怕不合群，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归属感，需要的是面对真实的自我。这或许是你能做出的最强大的思想转变。拥抱真实的自我，凡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，不再迎合，不再表演，你将会逐渐学会筛选，远离那些与你不同频的人，与懂你的人在一起散步。要知道，没有人真的关心你的状态。发生在你身上的坏事，不要到处去说，因为除了自己，没人愿意解决你的问题，除非你为他提供了价值和利益。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，更不要四处去说，在不懂你的眼里，这是一种炫耀；在见不得你好的人眼里，这是一种羞辱。你要持续地修炼内心，默默地提升自己，专注耕耘眼前的1亩3分地。当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但感觉到了你强大的气场时，你身上迷人的强者气息，自会吸引喜欢你的人朝你靠近。那么回到正题上来，如何判断一个男人以后是贫穷还是富贵呢？除了帝王气外，还有几种简单的方式。一，看他的爱好。一个人所想、关心、爱好的东西，决定了他的层次。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，爱好不是偶尔跑跑步、听听歌，也不该是抽烟喝酒打游戏，而是1、2件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情。梁朝伟对帆船一见钟情，玩了1年以后，在香港春季帆船赛上夺得亚军。吴奇隆拍戏之余最爱练跆拳道，还得过23个冠军，135枚奖牌。周润发最大的爱好是摄影，有10年拍黑白照资历，开过2次个人摄影展。这些成功人士都懂得用爱好，将自己从日常繁累的高压工作中解脱出来，充实自己的空闲时间。布莱特比尔说，未来不仅属于受过教育的人，更属于那些善于利用闲暇的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男人工作之余只对烟酒牌桌、游戏女色感兴趣，他的精神世界该是多么腐烂和无趣。有一个值得投入精力的爱好，不仅让你充满魅力，还会给人生带来意外的成长之喜。有个网络大 V， 是一名专门翻译美国脱口秀节目的翻译者，他拥有超过700万粉丝，被称作单枪匹马把美国深夜脱口秀引进中国的人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个知名翻译者却是一个从没留过学，
也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人，甚至连大学专业都是跟英语毫不沾边的中医学。他如今做的事情只是开始于爱好。从2011年开始，古大白话开始听译美国深夜脱口秀节目。出于兴趣，他会把脱口秀里的段子俚语搞清楚，并结合中国本土化特点，用国内各地不同口音翻译对应的国外口音，还加入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，不仅译得精准，还相当有趣。有一个真心喜欢的爱好并能做到极致的人，不论做什么事，怎会不成功呢？二，看他的屋子。哈佛商学院做过一个长达多年的研究，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：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，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，而那些落魄的人，常生活在凌乱与肮脏的环境中。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：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，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古人早就说过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你看，屋子是否整洁，并不只是女人的事。对于男人，尤其是单身男人来说，这恰恰是一个体现内涵的地方。日本一家企业有个很奇葩的地方，老板亲自用手打扫厕所。之所以这样，是由于老板过往的经历。二战期间，东京的家被烧毁，我们搬到了父母的老家岐阜。在这里，生活过得十分艰苦，住所也很简陋。即便如此，父母仍旧每天打扫4-5次屋子，以保持家里的整洁干净。父亲去干农活时，也一定要先把田地周围的杂草剔除干净了，才开始耕种。即便落魄，也要过整洁的生活。他把这个理念根植于企业，自己带头每日打扫，也号召员工这样做。他果然成功了，不仅创立了日本清扫学习会，还把自己成立的汽车服务企业发展出700多家店铺，年销售额为1400亿日元。连稻盛和夫都直言佩服，他就是见山秀三郎。在他眼里，打扫这件事，打消的是骄傲之心，打磨的是忍耐之心，培养的是感恩之心。人要成就大事，就要从小事做起。一个愿意维持整洁和干净的男人，运势必不会差。三，看他的朋友。作家朗达·拜恩曾提出一个名为吸引力法则的理念：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。一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他散发出的气质，喜欢的事情，吃过的食物，都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片看不见的磁场。在人群中自动识别那些有相同磁场、相同节奏的人，形成了一个圈子。圈子有多重要？高晓松有一句名言：在我们家，硕士基本属于文盲。这并非一句妄言，而是事实。看看他家的配置，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，母亲曾师从梁思成先生，爷爷是清华大学校长，外公是中科院院士，还一手创办了深圳大学。外婆是博士，舅舅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。从小生在清华园，邻居都是各个领域最顶尖的学者。遇到不懂的事，就随便敲开一位邻居的门，进去聊天就能很长知识。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，怎会不优秀？而有些男人看起来兄弟满天下，但都是酒肉之交，聚在一起只会昏天黑地的抽烟喝酒打牌。这样的男人
哪怕兜里有点钱，也不会长久，迟早被他的吃喝玩乐挥霍得一干二净。所以有人说，朋友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历来管鲍之交，伯牙子期的诸多佳话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与哪众人交往，最后难免会被同化成哪众人。和怎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有怎样的人生。像苍鹰一样展翅高飞的男人，会愿意与群鹰一起翱翔天空，必不会和麻雀挤在枝头。像如骏马一样驰骋大地的男人，定选择与马群一起肆意狂奔，而不是学肥猪吃饱就睡。一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出息，朋友圈会告诉你一切。4. 看他的风度。一书曾说过一句话，男人最值钱的还是学问和风度。诚然，风度这东西在如今的社会看起来算不得什么资本，但却能处处为你铺路，在细微处尤显重要。没有风度的人常气急败坏，恶语相向，盛气凌人。而有风度的男人，对人对事总是大度宽容，理解他人的痛苦和欢乐，不计得失，拿得起放得下。风度实际上就是这个时代的贵族精神。曾经听一位业内大神说过一个故事，他们公司和另一家公司有合作，结识了对方公司的负责人，经常在一起吃饭。一开始他对这个人的印象很不错，业务能力强，执行速度也让人满意，谈吐举止也没得说。但3个月后，项目合作结束，对方邀请他追加合作的时候，他婉拒了。原因无他，只因这段时间大神见到了对方私下里的真面目。在路上开车，若是有比他便宜的车在他前面开，他一定要猛踩油门超过去，还不忘回头用鄙夷的目光看一眼司机。在餐厅吃饭，对服务员他从来都是大呼小叫，从不客气。有次，一位服务员不小心把咖啡洒到了他裤子上，他不依不饶，非要把经理叫来。大神回去之后，他对同事说，跟这样没有风度的人共事，走不了太远。优雅的风度是一封长效的推荐信。一个有风度的男人，必不会泯然于市井俗人一流，而会在社会上更加吃得开，因为他的品味和气度就是他的金字招牌。男人的风度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。5. 看他的女人。什么能体现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味？不是名车名表，西装美酒，而是他选择了什么样的女人。品味高有内涵的男人会注重女人的修养和气质，而肤浅低俗的男人只会在意女人的脸蛋和身材。更甚，男人娶了什么样的女人，就成就了什么样的人生高度。娶一个挥霍无度、奢侈享乐的女人，就算她有万贯家财，有再多的财运，也会被败光。娶一个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的女人，就算她抱负远大，也只会被鸡毛蒜皮的琐事缚住翅膀。娶一个不懂珍惜爱情、维护婚姻的人，就算他再有一颗宽容的心，也会变得烦恼冷漠，家庭失去了温馨和活力。如果说男人能飞多高是由他的学识和能力决定的，那么男人能走多远就是由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决定的。马云在创业初期经历过一段最艰难的时光，太太张英始终不离不弃，任劳任怨，对马云表示最大程度的理解和信任，还经常倒贴高工资来补给伙食。股神巴菲特终年忙于事业，他的太太则事无巨细地照顾家庭，优雅地招待他生意上的伙伴。
朋友都说巴菲特是他的第1号病人，难怪巴菲特说，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投资，不是购买了哪只股票，而是选择了谁成为我的伴侣。父母决定了一个男人的起点，那么妻子就决定了他的终点。看一个男人以后是穷是富，就要看他身上所具备哪些特质。正如余华所说，成功的人是很早就养成了成功的习惯。优秀的男人具备了这些成功的因素，日后必有机会和时间去证明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